眼前这个被溅了一脸血的男人名叫孙兆仁，他是一名商业罪案科警察，此次负责将涉及洗黑钱的污点证人胖子引渡回港。回港的飞机上，孙兆仁看谁都像他失踪10年的未婚妻素芳。素芳在某天晚上神秘失踪，自此人间蒸发，再无音讯。孙兆仁10年间从未放弃过寻找素芳，但10年来亦是不断失望。孙兆仁一度精神崩溃，变得偏激固执。下飞机后，胖子文被带上了车，他嚷嚷着要在到达警局前吃一碗云吞面，没想到下一秒就吃了子弹。开枪的人名叫阿曲，他是个枪法了得、玩世不恭的杀手。子弹在他手里仿佛长了眼睛，2枪均打中了胖子的要害。还没等车里的警察做出反应，阿曲又干净利落的一枪打爆了车胎，车子顿时不受控制冲上斜坡，发生侧翻，胖子一命呜呼。阿曲瞄准了晃晃悠悠从车里爬出的孙兆仁，斩草除根是他的杀手信条。然而等阿曲看清对方的脸后，却迟疑起来。短暂思考后，他收起枪，翻身离开了天台。阿曲显示是有意识的放过了孙兆仁，两人之间似乎另有渊源。事情还要从10年前说起，那时阿曲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人杀手，也是一档警讯节目的忠实粉丝。通过节目认识了孙兆仁和素芳。后来阿曲在第一次执行任务时误杀了素芳，这个意外让他一直无法释怀。看到孙兆仁苦苦寻找素芳的身影，心里的愧意更甚。按照职业杀手的行事准则，阿曲原本应该在刺杀污点证人的任务完成后离开避风头，但他却在认出孙兆仁那一刻想起了往事，也因此违反行规留在了香港，并且有意无意地插手到了这起案件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位重要人物杜厚生登场。他是富商饶天颂的御用律师，外表文质彬彬，内心城府颇深。杜厚生的雇主饶天颂被自己的会计师举报官司缠身，案子由孙兆仁负责。他找到曾经供职于饶天颂公司的胖子作为污点证人出庭，如今胖子惨遭灭口，最大受益人饶天颂自然脱不了干系。杜厚生却对证人已经死亡的消息并不知情，他将自己对证人的调查结果汇报给饶天颂，表示可以在此人身上做些文章。饶天颂眉头紧拧，这时下属送来一份急件，拆开后却只是一个枕头。然而看到枕头的那一刻，饶天颂整个人都轻松起来，和杜厚生聊起了自己搞音乐的儿子，疼爱之情溢于言表。我听说爱因斯坦每晚只睡2个小时，我儿子也是，每天都玩到天亮才回来睡觉，睡一会儿就练歌练舞见记者。饶天颂的情绪转变显然有些突兀，而这个变化似乎和那个枕头有微妙的关系。各种缘由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和饶天颂情绪相反的自然是焦头烂额的警方。污点证人被枪杀一事引起了媒体的注意，警方不得不召开记者会进行情况说明。记者的提问也直指要害，为什么凶手能预先知道你们坐哪班航机回来？问题的答案毋庸置疑是有内鬼。负责押送的孙兆仁也因此接受了调查，他本人也想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儿，于是便闯入饶天颂的公司讨要说法。孙兆仁憋着一口气撂倒了饶天颂身边的保镖。杜厚生拿出手机拍下这一幕，质问孙兆仁有没有拘捕令。孙兆仁这才克制住自己施展拳脚的欲望。见孙兆仁满脸不服气，杜厚生劝他做事之前考虑好后果，每做一件事之前想清楚好点。饶天颂因为证人死亡得以逃过一劫，然而他的资产却仍被冻结，一时半会儿无法解冻。作为洗黑钱的中转站，饶天颂的账户被冻结，意味着他的雇主也拿不到钱。于是雇主通过中间人詹叔联系了饶天颂，用他的明星儿子作为要挟，逼其尽快解决账户问题。詹叔虽然语气轻松，面上带笑，但说出的话却十分不客气。我是你儿子的歌迷啊，我来跟踪他的，他每天在哪里玩呢？吃什么药丸我全都一清二楚啊！面对詹叔赤裸裸的威胁，饶天颂后槽牙都要咬碎，但也只能忍气吞声地表示尽快搞定这件事。毕竟事情牵连甚广，他账户里的钱不只是他的，还有一众幕后老板的也在其中。那么詹叔和饶天颂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警方这边给到了我们答案。污点证人被杀一案交由重案组调查，商业罪案科则继续跟进饶天颂洗黑钱一案。眼下饶天颂已经向法院递交了资产解冻申请，警方手上就只剩詹叔这条线索。詹叔之所以被警方列入黑名单，是因为他曾被指控贩卖军火，涉案金额高达1300万元，然而最后遭到查封的却只有90万元，其余资产毋庸置疑被转移。至于转到哪儿也是显而易见，那就是饶天颂的洗黑钱公司。这也是为什么警方会将两人联系到一起，且詹叔如此急迫要求饶天颂尽快解冻账户的原因，毕竟自己的钱也在里面。与此同时，孙兆仁也因为证人被杀一案压力巨大，同事小朱见他情绪低落，便提出一起吃个饭唱个歌或者兜兜风。孙兆仁用沉默拒绝了对方的好意，他像往常一样来到失踪人口调查科的停尸房，确认这里有没有素芳的尸体。10年如一日的寻找让孙兆仁变得有些神经质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份执念让他急需得到一个答案一个结果来慰藉自己，哪怕是素芳的死讯。不久后，饶天颂为爱子饶夏举办游轮派对，杜厚生夫妻也受邀参加。孙兆仁则按照上司的要求24小时监视饶天颂，意外发现杜厚生的太太艾米和失踪的素芳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孙兆仁内心惊疑不定，
他在网上搜索艾米的资料，甚至调查起了他的行踪。与此同时，饶夏却在派对结束的某天晚上神秘失踪。接到报案后，警察对饶天颂进行了问话。据他所说，儿子最近在游艇上过夜，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上周的周末。警方分析，饶夏被绑票的可能性很大，饶天颂则怀疑是以詹叔为首的雇主们账绑架了自己儿子，目的就是为了逼他交账。饶天颂问杜后生账户还要多久才能解冻，杜后生表示最快也要8至10天。饶天颂担心拖得越久对儿子越不利，但他又不能大张旗鼓地找人，便拜托杜后生帮忙想想办法。杜后生表示自己已经联系了私家侦探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另一边，孙兆仁也找到了这位私家侦探，两人有些私交。对方虽然一再表示要帮雇主保密，但还是透露了些别的消息给孙兆仁，告诉他有个叫阿定的女人是个专职的杀手经纪人，做事干净，行踪诡秘。说完写了个号码给孙兆仁。私家侦探的消息还算准确，阿定正是阿曲的经纪人兼情人。按照私家侦探提供的线索，孙兆仁拨通了阿定的电话，表示自己要买睡眠枕头。由此可见，这句话应该是某种暗号。再结合饶天颂在证人死亡后收到急件枕头，可以断定买枕头就是只买凶杀人。事后送枕头则表示任务完成。这通电话并没有让孙兆仁得到有用的线索，他继续着手调查饶夏的失踪，在一家杂志社拿到了饶夏失踪前的照片。孙兆仁向杂志社打听了摄影师的住址，试图从他拍到的照片里找些有用的线索，然而却只找到一具无法开口的尸体。孙兆仁发现摄影师家里有被翻找的痕迹，看来他们的目标也是那些照片。还没等孙兆仁仔细查看现场，一个人影从门口闪过，来人正是看到杂志报道的阿曲。两人随即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上演了一出追逐大戏。阿曲找机会翻下了天桥，孙兆仁也不顾危险横穿车流紧追不舍。两人一前一后跑进鱼龙混杂的市场里，阿曲消失在人群中。孙兆仁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人，终于发现了蹲在鱼摊前大口喘气的阿曲。正准备掏枪时，对方也在玻璃反光中看到了他，拿出枪指着一旁的路人，无声地威胁着孙兆仁。紧接着趁他犹豫时，迅速起身用塑料布套住了孙兆仁的头。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。孙兆仁的体力和身手明显不敌阿曲，但占有优势的阿曲却无心杀害孙兆仁，反而告诉他摄影师不是自己杀的。几个巡警赶到了现场，阿曲利用煤气管制造爆炸逃之夭夭。警察在街头追踪疑犯的新闻很快登上了报纸。杀人本就是一件刀口舔血的事，偏偏阿曲又是不愿被规则束缚的人。阿定觉得他是在玩火，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引火烧身，于是便要求阿曲坐下午3点的船离开香港。阿曲却觉得离经叛道的人生才更有趣，规矩制定出来就是为了被打破。与此同时，孙兆仁负伤回到警队，上司斥责他应该盯紧饶天颂做好分内的工作，而不是到处惹麻烦。孙兆仁却认为这几件事情之间必定有联系。你有权听我直，我也有权认为我没做错。洗黑钱、杀证人、疑犯的儿子失踪，全都可能有关系的。不调查永远不知道真相。上司反驳，如果所有事情都有关联，那是不是孙兆仁去世10年的女友也和这件事有关？不等他说话，便接着表示，如果不是验尸报告显示摄影师已经死了20多个小时，又有小猪帮忙做不在场证明，孙兆仁恐怕早就背了黑锅，跳进黄河都洗不清。孙兆仁在听到上司提起素芳时就已经绷不住了，他的偏执也在这一刻暴露无遗。将警察证摘下扔给上司后，孙兆仁开着车在马路上狂飙，他将上司的话反复咀嚼，心口憋着气，无论如何都咽不下去。车子率先扛不住，撂了挑子。孙兆仁气冲冲地踹了车盖，几脚扬长而去。另一边，杜后生正在帮一个藏毒案的疑犯打官司，在他的辩护下，疑犯无罪释放。私家侦探在法院门口等了很久，看到杜后生后，拿着一沓照片找上了他，并表示这些东西可能要亲手交给杜后生。照片上是一艘游轮，杜后生将照片交给饶天颂，表示这艘船十分可疑，停靠时间恰好是饶夏失踪的时间。目前租船公司不肯透露借租人是谁，或许将这一线索交给警方会更合适些。接着，杜后生告诉饶天颂，账户最晚明天就能解冻，并试探地问他，如果解冻后还是没有饶夏的消息，是不是还会认为这件事是詹叔及其幕后的手笔？这个问题问得有些奇怪，似乎是想知道饶天颂下一步的行动。然后着急上火的饶天颂却没有发现异常，联想到车祸死亡的大儿子，更加确信是幕后逼他就范的手段。事情变得扑朔迷离，私家侦探要亲手交给杜后生的照片，是否真的只是一艘游轮？又为什么必须交给某个特定的人？戏份不多的杜后生似乎也隐藏着秘密，他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？我们继续往下看。离开警队的孙兆仁开始跟踪艾米，似乎只要多看几眼那张和素芳一样的脸，就能让他的内心平静一些。看着杜后生和艾米儿女双全其乐融融的样子，孙兆仁的嘴角也不自觉地带上了笑意。如果素芳还在的话，也许自己也能拥有这样幸福的家。想着想着，孙兆仁悲从中来，手里的汉堡顿时不香了，眼泪也不自觉流下来。还没等孙兆仁从痛苦中抽离，重案组的警察便传唤了他。原来警方在不久前接到报案，从海里打捞起了私家侦探的尸体。据警方调查，摄影师家楼下的保安曾在案发前看到过私家侦探，
并且此人还欠下巨额外债。如果能拿到摄影师的那些照片，说不定就能还清债务。有目击证人，有作案动机，警方分析私家侦探很有可能就是杀害摄影师的凶手。那么我们也不妨大胆假设一下，私家侦探在见过杜后生之后死亡，问题极有可能就出在那些照片上。那他照片里不止游轮，还有足以威胁到杜后生的东西，是以他才对私家侦探痛下杀手。事情究竟如何，我们暂时不得而知。之前我们说过，私家侦探和朋友不多的孙兆仁有些交情，这点交情足够孙兆仁弄清楚私家侦探的死因。孙兆仁来到停尸房，负责人老财算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。老财拿来私家侦探的验尸报告，孙兆仁仔细地翻阅着，发现死因是机械性窒息，勒痕一边深一边浅，凶手显然是个左撇子。老财表示，看伤口形状应该是被钢绳勒死的。上个月也发生过一起恶性杀人案，巧的是凶手不仅同样是个左撇子，就连作案工具也是钢绳。两起案件极有可能是一人所为。孙兆仁希望能看一看上起案子的卷宗，希望老财能想想办法。他不能停下，停下就会回到10年前。老财也算亲眼见证了孙兆仁痛苦不堪的10年，也知道他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一旦到了黄河发现素芳已经死了，恐怕他自己也活不成了。孙兆仁如今全凭一口气不甘心的气吊着命。老财还是帮了孙兆仁的忙，找朋友阿德帮忙调取了前一个死者的卷宗。死者是一名28岁的年轻男性，身上背着几个案底，1年前还被控告奸杀幼女，但最后因为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。为他辩护的律师正是杜后生。与此同时，阿曲也按照阿定的意思坐船离开，不料途中却遭到刺杀。好在他这些年的杀手也不是白干的，警惕性极高，同时感官还十分敏锐，轻轻松松便反杀了2个同行。逃出升天的阿曲返回香港，趁孙兆仁不注意钻进了他的车。你不够我快的，开车，有好东西便宜。被枪指着的孙兆仁只能老老实实的开车。阿曲拿出一沓从摄影师家找到的照片，杀掉摄影师的凶手只拿走了光碟，没有拿走硬盘，这就让阿曲捡了漏。照片上除了饶夏还有杜后生，种种线索都指向了看似置身事外的杜后生。我们不妨大胆推测一下，杜后生就是绑架饶夏的始作俑者。摄影师拍下的照片恰巧能够证明他才是最后见过饶夏的人。为了不让事情败露，杜后生杀掉了拍下照片的摄影师和见过照片的私家侦探。再细一点，就是私家侦探拿着照片找到杜后生，并试图以此敲诈他。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照片必须亲手交给杜后生的原因。结果就是私家侦探勒索不成，反被灭口。我们说回剧情，孙兆仁并不完全相信阿曲，此人身份不明且行事没有章法，是敌是友未尝可知。阿曲表示自己可能只是想证明，不管当贼还是当警察，他都会很出色，只要不被规矩约束，破案的办法多的是。阿曲还嘲笑孙兆仁太古板，让多学一学那些又当贼又当警察的同僚，一个人赚2份钱滋润得很。污点证人被杀一案就是这些黑警的手笔。孙兆仁沉默。阿曲看到车里挂着的素芳的照片，语气认真地说，有人托自己转达素芳的死讯。你女朋友死了，是意外，很快没什么痛苦。孙兆仁早就为这一刻做好了准备，但不管设想过多少遍，亲耳听到时还是难以自控。他将车停在了原地，阿曲放下照片，悄无声息地离开。孙兆仁一遍遍摩挲着手里的照片，接着松开手刹离合。老财说的没错，等孙兆仁听到素芳的死讯后，自己也就活不成了。车子一路向坡底溜去，孙兆仁的痛苦震耳欲聋。连环车祸发生，孙兆仁摔出车，滚到了马路中间。心生死志的孙兆仁一动不动，一辆货车堪堪停在了他身边。孙兆仁没能死掉，他茫然地站起身，将素芳的照片放进胸前的口袋，脸上满是无措。这一段可以说是郭富城的演技巅峰，他也凭借本作品获得了金马奖影帝。我们再说回剧情，半个月过去，饶夏始终杳无音讯。饶天颂给詹叔打去电话，希望他能给个准信，明明白白告诉自己饶夏究竟在不在他们手里。詹叔不耐烦地表示，如果事情搞不定，别说饶夏，自己和他都得完蛋。饶天颂恨恨地挂断电话，更加确信是詹叔极其怒后的老板绑走了饶夏。走投无路的饶天颂开始寄希望于神佛，他找人卜了一卦，对方的话虚虚实实，半真半假，说饶天颂处境困难，还建议他学习被纣王囚禁的周文王，推翻暴政，自立为王。外人看来此人根本就是在故弄玄虚，但饶天颂关心则乱，却真的听进去了，眼神中满是杀意。另一边，杜后生心事重重，寝食难安。艾米安慰他，如果不开心，以后可以只接些民事案。他显然也清楚杜后生心里的矛盾，但杜后生却若无其事地表示自己能应付得来。与此同时，孙兆仁跟踪艾米，发现她经常去一家心理诊疗室，他想知道看起来很幸福的艾米究竟有什么心事，于是便从诊疗室偷走了艾米的咨询录音。从录音中得知，杜后生因为为不值得的人辩护，一直处于矛盾的状态。虽然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，但身为枕边人的艾米却看得一清二楚，一度十分担心丈夫的情绪状况。孙兆仁一边听录音，一边蹲守在杜后生家的楼下，透过窗户看到他用左手端着水杯。我们前面说到的2起钢绳案凶手也是左撇子，孙兆仁当下便起了疑心。不多时，天空下起了雨，
杜后生驱车出门，孙兆仁也跟了上去。雨夜暗藏着重杀机，受到点拨的饶天颂找上了詹叔。车子并行时，他大声质问詹叔把自己儿子藏到了哪儿。詹叔只觉得这人多半疯了。饶天颂很快向他证明自己确实疯了，他掏出霰弹枪朝詹叔开火，但枪法多少有些瞄边，双方很快爆发了激烈的大战。饶天颂不顾一切将詹叔的车子逼停，双方的小弟冲锋陷阵，接连倒下。挨了枪子的饶天颂憋着一口气驾车撞死了詹叔，他掀开身上的尸体滚下了车。这时雨幕中走出一个人，饶天颂艰难地握住他的手，对方却表示他儿子死得比他要惨。饶天颂闻言急火攻心，含恨咽气，到死都没能再见儿子一面。来人正是杜后生，由此可见他的确是绑架饶下的始作俑者。如今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杜后生心里说不出的畅快，他控制不住地大笑起来。这时孙兆仁出现，打断了亢奋的杜后生。你每一次杀人之前，有没有想过后果？你这里是不是有病啊？杜后生确实生病了，长久以来的情绪积压和内心的矛盾纠结，让他的精神产生了严重的问题，以至于将自己变成城市之光，在法庭上出卖正义，在黑暗中审判罪恶。因为你们这帮废物，所以要我帮你们来清理这帮垃圾。话音刚落，杜后生便拿出钢绳准备清理了孙兆仁，两人随即大打出手，上演了一场泥地生死大战。最后孙兆仁制服了杜后生，用钢绳狠狠勒住了他的脖子。就在杜后生即将一命呜呼时，艾米出现求孙兆仁放过丈夫。孙兆仁这时也杀红了眼，他的脑子也不比杜后生清醒到哪儿，满眼泪水将艾米认成了素芳。我们很快就能在一起了。我找了你10年了。艾米为了救杜后生，也顺着孙兆仁的话说自己等了他10年。孙兆仁闻言百感交集，松开杜后生，打算上前抱住阔别已久的爱人，结果却被艾米狠狠推开，委屈巴巴地挂在铁丝网上。艾米心疼地抱着杜后生，孙兆仁也清醒过来，知道眼前的人并不是他的素芳。警笛声由远及近，3人都被带回来警局接受调查。杜后生很快招认了2起钢绳案，对于饶夏却只字不提。孙兆仁则离开商业罪案科，接了失踪人口科老财的班。他相信总有人能找回来，或许这是救赎自己唯一的办法。另一边，阿曲找到阿定，他遭遇暗杀显然是阿定的手笔，只是不知道买自己命的究竟是谁。这个人只有阿定能联系到。阿曲要求阿定给对方打电话，再要300万作为自己的封口费，否则就将所有事情都抖出来。阿定只得照做，300万很快到账。阿曲打算拿着这些钱和阿定远走高飞，然而他们最终没能逃过幕后老板的清理。3个原本毫无交集的人，在机缘巧合下汇集到3岔路口，接着又走向不同的结局。最后，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。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。